今天我要介绍一个 Stable Diffusion Web UI 的一个扩展。那这个扩展叫做 Composable Lola 的加强版。那它这个扩展是基于原版的 Composable Lola 这个扩展去做一个修改。那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把它改成可以支援 Locom 和 Recoveries， 然后以及控制特定步数的使用和不使用。那为什么我要做这个？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我在使用 Composable Lola 的时候，我发现我只要载入一个 Lola 和一个 Locom 的时候，它就会出现错误，没有办法去运行。然后更致命的点在于，我把 Web UI Stable Diffusion 升级到 PyTorch 2.0之后，发现它又会跳出更严重的错误，就是说它会说你的张量有的在 GPU， 有的在 CPU， 所以导致我现在连出图都没有办法出图。那这一大堆 bug 看都是来自于 Composable Lola 的程式码。然后经过一些测试，我发现这些错误只会在有使用 Locom 跟 Recoveries 的时候会发生。那基本上后来查证发现，就是 Composable Lola 原本的版本完全不支援 Locom 和 Recoveries。那我训练了大量的 Locom 模型，那这样的话是不是都不能用了？等于说我所有的 Locom 和 Recoveries 模型，我想要去做多角色的组合，都是完全没有办法进行的。那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不能解决，但是就是要透过改 code 的解决。等于说我就是要做一个修改版的 Composable Lola 出来。那首先我要先讲一下 Composable Lola 的原理。那首先就是先讲 Lola 的原理。Lola 原理主要就是在原本大模型的 Transformer 层去附加一个 Lola 区块出来。那这个 Lola 区块你可以这样子看，就是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大模型拉出来，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是一层一层的。那 Lola 的部分也是一样，里面是一层一层的，然后会去跟原本的一层一层去做对应。那在使用的时候会乘上一个权重，然后再去加进原本的大模型里面。那 Composable Lola 就是如果说我在这个 end 区块里面没有发现这个 Lola， 它就会把它乘以0之后才加到大模型里面。那乘以0才加到大模型里面，等于是有加跟没有加是一样的。那等于说 Lola 在这个 end 区块是没有效果的。那就可以看作是说我现在在这个 end 区块里面，因为没有这个 Lola， 所以我就把这个 Lola 关掉了。那用这个算法逻辑，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改成说，那它原本是在 end 区块去做开启或关闭，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改成以层为单位去做开启和关闭？那所以如果我把某一层，比如我把某一个步数，比如说第15步我不想用这个 Lola， 那我就把它每一层乘以0，那就等于说在第15步没有这个 Lola。那甚至我还可以乘上其他不是0的数字去做更进阶的调整。那我对这个 Composable Lola 改造的结果就是说，我首先把刚刚最开始讲到那些 bug 都修复了，等于说可以去支援 Locom 和 Recoveries 模型在 Composable Lola 的一个使用。那另外一个我就是进一步的再去增加说，因为它主要做的事情就是看这个 Lola 在这个区块是不是需要的，如果是需要的就不动它，如果是不需要的就把它乘以0。那我可以把这个改成在特定步数下，如果它需要或不需要，那我就可以给它乘以0，或者是保持不动，那就可以实现说我的 Lola 在特定的步数使用或是不使用。那更进一步的，我可以不一定是要乘以0，我可以乘以其他的数字。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动态控制在每一步的 Lola 权重。那要控制的话，我们可以先讲一下这个分布绘制的语法，也就是说你可以写这样子写，那这样子写用冒号分隔，然后放在中括号里面，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写的话，就变成说我使用这个 A
到第 n 步后停止换成 b。那第二个的写法就是说，我使用第一个冒号前面的这个东西，到第 n 步换成第二个冒号后面的这个东西，那是空白的，代表没有。那意思就是说，我使用 a 到第 n 步停止，就不再使用其他东西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写法，就是把这个 b 给省略掉。那意思就是说，我一开始不使用 a， 到第 n 步之后才使用 a。那这个语法也可以组合，那组合就可以做到说，比如说我从第 n 步才开始使用 a， 到第 n 步之后停止使用 a。那也可以用 OR 语法，就是变成说我在所有绘制流程中 A、B、C 这3个东西交替使用。那这边的东西只适用于提示词，也就是说，如果你把 A 跟 B 这些东西都换成 LoRa 的话，对于预设版本的 Stable Diffusion 是没有任何效果的。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透过这个方式来去控制 LoRa 在指定的步数下面开启或关闭，因为 Stable Diffusion 预设就只有在整体的绘图流程说 LoRa 要开启或者是关闭。那所以根据 Compasso LoRa 的特性，我们就可以把它改成说，依据我所需要的条件，它要使用或是不使用，那我就让 Compasso LoRa 去读取这个中括号 A 冒号 B 冒号 C 这样子的一个语法，然后去记录下来，看是不是要启用。那做出来的效果就可以看到说，当我在第5步就停止的话，你可以看到它一样有画出我想要的这个角色的一些特征，但是后面因为停止使用了，所以就会换用大模型的特征，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我有部分的特征，但是并不完全。然后透过这个方式控制，你就可以去看它要在哪一步停止，就可以达到一个大模型与 LoRa 的一个融合的效果，不会全部的权重都被 LoRa 给占用。要安装这个版本的 Compasso LoRa 的话，首先要先到你的 Web UI 资料夹，然后要把旧版本的 Compasso LoRa 给删掉，所以先到 Extension 资料夹，然后找到你原本已经安装好的 Compasso LoRa， 然后把它删除。然后删除之后，接下来就到我的版本，注意是要看是我的这个版本的 Compasso LoRa， 然后使用这个 Compasso LoRa 的网址，然后到 Web UI 里面，就是开启 Web UI。然后进到你的 Stable Diffusion Web UI 里面，然后把刚刚复制的网址贴上到扩充功能里面的从网址安装，然后按下安装，然后等它跑完，然后跑完之后更新并重新启动就可以了。然后这时候你会看到下面的 Compasso LoRa 多了一些按钮。第一个按钮就是原本的启用功能，第二个按钮就是当你想要在不同的步数下面启用或关闭 LoRa 的时候就要勾选。然后最后一个按钮是用来看你写的那个 LoRa 语法有没有对，就是说它会印出你在每一个步骤时候的 LoRa 权重，然后你就可以借由此来去检查你的 LoRa 语法对不对。那首先我们就先尝试这样子，勾这3个，然后准备一些题词。接下来在 LoRa 的语法上面打上分布绘制的语法，比如说这样子，那就可以看到它产生的图片。后面会附有这张图，那这张图就是你的 LoRa 在各个步骤上面的权重。比如说我画20步，然后我到第10步停止使用。那这边这个确实是10步，它只是图表11步的时候
权重降为0，到第10步的时候权重都还是1，那就可以看到，那我们确实是去控制了我的这个 Lola， 那它只绘制到第10步，然后它会产生的图长这样。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相同种子码的情况下，假设我让它全程使用 Lola， 那它产生的结果会怎么样？可以看到说有一些细微的不同。那这边确实全重都是1.00，然后接下来就是控制 Lola 在每一步的权重的方法。那我们这边弄了一个新的语法，就是用一个井字号加上控制词，然后放在你的中括号里面。那后面一样可以写步数的控制。那目前控制词可以是线性递减、线性递增，然后预热的常数和冷却的常数以及其他制定的函数。线性递减就是你的 Lola 权重一开始如果设定 0.7 的话，那线性递减就会从 0.7 开始减少，然后直到你的 Lola 要被关闭的那一步的时候会减到0。线性递增就是从0开始往上升到你 Lola 设定的权重。那预热的常数一样是从0开始往上升，但是你可以设定一个数字 x， 这个数字 x 是0到1之间的数字。比如说你 x 是 0.5 的话，那就代表说我一开始从这边是 0.5， 我一开始从0开始上升，然后上升到 0.5 的时候抵达你设定的权重，比如说 0.7， 然后就停在 0.7， 然后到这个 Lola 使用完毕之后再降回0。那冷却的常数则相反，冷却的常数则是你一样可以设定一个点，比如说 0.6 好了，那它一开始就是会是你 Lola 设定的权重，然后达到 0.6% 的步数之后开始减到你的 Lola 被关闭那一步的时候，就会变成0。接下来我们来试其他种类的语法，比如说这边这个递减语法。可以看到 Lola 权重从第1步开始，就是前面是0啊，从第1步开始往下递减，直到最后一步变成0。然后以及递增语法，可以看到从第1步开始是0，然后持续递增到20步为止。然后我们来看看预热的语法，预热的常数。那记得这边的括号要加上反斜线，避免号被视为是改权重用的语法。那我给它 0.5， 也就是说第10步的时候预热完成。可以看到说，从第0步开始递增到开始预热，到第10步完成预热之后维持我们设定的常数，也就是1。那我们来看看冷却语法。然后一样括号前面要加上反斜线，然后冷却从 0.6% 的地方开始冷却哈。可以看到从大概第12步左右开始冷却，直到20步冷却到0。再来讲刚刚跳过的 CND 控制词。那 CND 这边点，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里面放任何 Python 语法。那为什么是放 Python 语法？就是因为整个 Web UI 是用 Python 写出来的，所以如果我是去读 Python 语法的话，我可以直接让 Python 的那个解释器直接去解释这里面的资料，这样的话省得我还要去开发一个新的控制语法，或是那个命令列来去处理，就比较麻烦。那这里面就是你可以想，这里面就是你写一个 Python 函数，那这个函数不需要写 return， 你只要是最后一行可以输出的，它就是会有反应。那你要输出的值就是要是在0和1之间的值，那这0和1之间的值会去看目前的 Lola 权重去相乘，
那所以就用这个0和1的，你就想这个0和1就是一个开关，用来去控制我 Lola 要多重。比如说我输出0.5，那我在那个步骤上面 Lola 的权重就会是原本的1半。那在这里面可以用的变数有 Lola 的权重，然后 Lola 的生命周期。Lola 生命周期意思就是说，假设我的 Lola 作用时间是第5步到第15步，那在第5步的时候，我的这个 life 值就是0，在第15步的时候，我 life 值就是1，那中间这边就是0.5，以此类推。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相乘一些值，然后让你的 Lola 可以根据你的生命周期去做一些变化。比如说我用三角函数，那这边是目前的步数。比如说在第5步的时候，那我这个 step 就会是给5，那 steps 就是总步数。假设我总共画20步，那我在所有步数上面这个 steps 就都会给20。那其他可用的函数包含了三角函数，但是三角函数为了要方便使用，就是你不会希望说我现在只是想要让它有个三角函数波形，我要在里面乘上派除以派再乘上2派做一些乱七八糟的运算，那这样会很烦。所以我把 sin 跟 cos 跟 tangent 这些把它改成它的周期为所有步数。比如说我总共画20步，那我的三角函数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它一个周期就是20步。那同时原本的三角函数会正负震荡，所以我把它改成0到1之间。那这样让你不要 Lola 的权重会负的，因为 Lola 权重会负的，它的效果可能会蛮糟的。那如果你还是想要用原版的三角函数的话，我也有给。那你的写法就是在每一个函数的后面加一个 r 是弧度的意思，那就会让你的三角函数带进去的值会被视为弧度，那就会当成原始的三角函数使用。那下面这些可用函数是目前有去定义进去的，就是一些Python原本的 Math 函数库里面的函数都可以做使用。比方说，我希望让我的 Lola 只有在偶数步数使用，在奇数步数不使用，那我可以这样写。1.0 如果步数除以2的余数等于0，如果步数除以2的余数等于0，我就用1倍权重，否则我用0倍权重，然后按产生。那就可以看到第1步的时候权重是0，第2步的时候权重是1，第3步0，然后以此类推，直到最后一步交替的有使用跟没使用 Lola， 它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那有关这个扩展就大概介绍到这边。那大家也想要试用，可以到这个网址去下载使用。那如果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在这边去询问我。那主要就是把 Constable Lola 做成可以支援 Locan 和 Recoveries， 那同时也加上了特定步骤可以使用或是不使用 Lola 的功能，以及动态控制 Lola 在每一步的权重。那就介绍到这边，那谢谢大家的观看。